不是每个天使都长有翅膀，不是每段旅程都适合飞翔，不是每次相遇都只是偶然，总有些人在你生命留下温暖。当人潮渐渐消散，谁陪你度过心慌？那些关怀鼓励一辈子陪伴，每颗心都该注满纯真、善良和勇敢。我们都是别人的天使，用爱播种希望。喜乐无常，内心却感动满满。爱能照亮那些孤单的心房，有种力量能传递千千万万。每个人都是天使，让这世界找不到忧伤。我想是时候搬走了。你是不是怕影响我们的感情？其实我们的感情真的很好，经得起。不要乱动！你发什么神经？她是我的女儿，快放开她！放开她？那你有没有放过我？我已经还你们很多钱了，你们还处处跟我追债，是不是要逼到我家破人亡，你们才甘心啊？啊！有借有还，天公地道，你不能够怪我。除非你答应我，我们那笔债一笔勾销，要不然我就跟他一起同归于尽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啊！真的，不要骗我啊！你这个混蛋东西啊！你不要打他！他可能想杀害你啊！是我们先对不起他的。今天就看在我女儿的份上，饶了你。走，我走到哪里，你们这些大耳窿都不会放过我的。我向你保证，他以后不会跟你追债了。他来找你，你就来找我。你的生意不是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突然放弃高利贷？2年前，我的转口贸易做不下去，只好转行做别的生意。放高利贷是生意，不是我要放，是有人要借，我也是在帮人啊。跟大耳窿借钱就好像跌进个无底洞，永远都还不完的。他们去银行借钱是借不到钱的，如果我不借给他们，他们的日子是过不下去的。爸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，可以吗？我从小就把你当榜样，现在不错又向你看齐。如果你放贷出了什么事，你被警察抓，进监牢，你叫我怎么跟他解释？他一定会很难过的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从此洗手不干。原来这2年他一直在做犯法的事，我却一直毫不知情，真的好失败。那也不能说你失败了。我们呢，都有忽略自己家人的时候。已经发生的事情呢，是无法改变的。既然他已经跟你坦诚一切，只要呢他洗心革面，我们呢就应该多多陪陪他，不要让他重蹈覆辙了。嗯？那你能原谅和接受他吗？
傻的你！当我们呢宣誓结婚的那刻开始的，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，不分你我。只要他可以改过自新，不再赚那些不义之财，我还是会同样的尊敬他、孝顺他，继续叫他爹地。Yes。我不是警察，我们怀疑关兴国先生涉及非法接待，我们想请他回警局协助调查。我去叫他。爸，爸，一切还蛮平常的。爸不在家。好了，朋友，问你一下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？没有啊。是啊。哎，找到爸了吗？可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，唉，可是还是找不到他。哎呀，我打了很多通电话给他，他都没接。警方要再找他，我真的很担心。希望啊，他会主动跟我们联络。不过啊，他真的不应该逃跑。如果被抓到的话，罪名会更重。警方突然间会找上门来，是不是你通知他们的？ Seriously， 你怀疑我？我已经劝服他了，他都要悔改了，你这不能给他多一个机会吗？就算我说就算是我报的警头，你也不可以怪我啊！我只是尽个好公民的责任。况且啊，重点是我没有报警。OK， 对不起，我乱说话。没关系啊，我明白你的心情。 虽然 PU 是 morphine 5 mg per ml， 是可抽抓，一定要和一名资深护士共同确定才能使用。假设现在病人需要，你必须替他安装。这台仪器是我第一次使用，不是很确定怎么操作。是吧，你在学校应该有学过的。可是爱的医院用的 model 跟我学校教的是不同的，况且我来到这里还不到半年。我们教你吧。这个机器叫 PCA pump， 病人痛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按这个按钮，它就会通过 drip 给病人止痛药。这里有3条管子，它们是 connection port， 最长的那条接续药物，另外2条，其中一个接续 drip， 另外1条接续病人的身体。你帮我接续。到底哪一条是接续 drip， 哪一条是接续病人的身体啊？最短的那一条接续 drip， 另外1条接续病人的身体。老师在讲，你们在听啊。他都没有解释清楚。 好，现在安装好了，你只需要跟着屏幕上的指示去操作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来做一次吧。为什么关不上？错了，是这么放的。哎，让我来吧，你们拎过来。其实呢，要把这个针筒放进去啊，是有个窍门的。 针筒这里啊有这个 flange， 对不对？放进去的时候，那个 flange 呢一定要向上。之后呢，这么一转啊，所以号码是向里嘛。Release the catch， 然后呢，盖子盖上去。荧光屏上的指示啊，你按照它就行了。你试试看吧。好，谢谢。
喂喂喂，干嘛？想要谋杀那只老鼠啊？坏了要赔钱的哈、烂电脑啊，比我家里的阿嬷还慢。不是电脑慢，是你没有耐心。你最近是怎么啦？有什么问题呀、有问题没？没有啊。不要假啦，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你的心情不好啊，脾气也很坏，好不好？有没？我提醒你啊，身为一名护士，你不可以让你的私事还有你的情绪影响你的工作，你明白吗？知道啦。好啦，那什么事情讲啦？唉，说来话长。你不说我都知道啦。能影响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情绪啊，不外呢就是那3点嘛。那第一呢，就是家庭。你家里面只有个阿嬷，所以这一点应该不对。2呢，就是钱不够用。不过我觉得这也不成立，因为你有很多钱，有钱可以去帮忙人家做蒙面侠2.0。哪有很多钱啊？喂，什么蒙面侠？你又懂？谁告诉你的？乱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跟你讲啊，鸡蛋那么密哈，都会有缝哈。一定是家人啊，那个小人。哎，你为什么说家人是个小人啊？你们2个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没有误会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有时候啊，亲眼看到的东西啊，未必是事实啊。你认识家人那么久，肯定呢比我还要了解他。他不是什么小人，你们2个是好朋友、好buddy嘛，干嘛会翻脸的？谁跟他是好朋友、好buddy啊？如果他当我是好朋友、好buddy啊，他就不会到多爱。你又怎么知道的啊？哼哼，不是家庭问题，不是金钱问题，2个好朋友可以反目成仇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女人。其实也算不上横刀夺爱啦，那个女人也还不是我女朋友。这样子说就对啦，不要老是啊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。话是这么说，不过如果他真的喜欢那个女人的话，他可以告诉我的啊，他不用暗地里跟他来往的。那或许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喜欢彼此，有可能后来啊突然间喜欢啦，就这样子啦，那你可以怎么样啊 ？I mean that's life， 对不对？老板，一碗拉沙。哎，不好意思嘞，拉沙只剩下1碗，最后一碗，让给你吧，我吃别的。干嘛要你让给我？为什么不可以我让给你？能吃的都要跟我选一样。连你也要欺负我？你干嘛？你不是不够钱吗？不要以为你施点小恩小德，我就会原谅你。李荣华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做错事，不需要你的原谅。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讨好你，就算是一个陌生人，我也会帮他讨这个钱。好比这碗拉沙，我本来要让给你，那也是一种风度。吃拉沙需要加那么多辣椒吗？是不是你的心情不好啊？要辣死自己啊？哪里有啊？我就是喜欢吃超级辣的拉沙。你就不要装了。龙华呢是拿电脑来出气，你呢是吃辣椒来麻醉自己。你们2个真的有问题。他才有问题啊！我放下面子，主动跟他示好，他却不领情，还一副受害者的样子，我才是无辜的。所以你觉得你是无辜的，他知道吗？他那么偏激又固执，怎么会知道啊？他不知道，你就说到他知道为止啊，反正解释都不需要用到钱的。其实误会啊，是一种很可怕的病毒，应该早日化解。如果你让它越积越深啊，你们2个的友情呢就会淡化，人也会疏远，是的吗？
喂，上车吧。反正顺路我送你回家啦。反方向，我不回家。这就让给你吧。不用了，我不赶时间。就让我表示一下风度好不好啊？这么差，才打一下子就累了。不没办法啦，我找不到人陪我练球啊。哎，老大，你说我们会不会太幼稚了？认识了这么多年，就为了一点小事翻脸，真的有点幼稚啊。你误会思燕了。我有一个小病人生病了，想要见他，所以他才会放你飞机的。你早点告诉我啊！我还以为你跟他……喂，我一直都在放他的飞机耶。你自己也真是的，都不听我解释就乱发脾气。我心急嘛，一个是我的好朋友，一个是我喜欢的女人。如果是你，你也会这样做啊？我也不敢说，我一定不会啊。喂，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能让这件事情影响我们的感情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猜拳，猜输了就退出。来，不是吧？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决定权是在思燕的手上，不是我们猜拳能解决的啦。也对哦，喂，那怎么办呢？直接问他喜欢谁。那也不需要那么直接吧？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我有高招，我们两个啊，同时间发出同样内容的简讯给他，看他先 reply 谁，第一个收到他 reply 的就是赢家。那最后 reply 的人呢？愿赌服输，退出江湖。好吧。到底要发什么简讯给他，他才不会起疑呢？我觉得发个笑话给他，很普遍，很正常。也对，喂，不过我们要发一样的笑话，如果你的笑话比我好笑，我就输了。啊，刚好我有一则笑话，我发给你。哦。不会吧？没有那么用功嘛？假勤奋吧？时间到了，我们走吧。喂，走了？简讯回也不回，这么不给面子喽？唉，看来我们两个人在他心目中都没有什么地位了。说的也是，所以你放弃吧。凭什么要我放弃啊？至少现在我知道啊，你在思燕心目中的地位没有比我高，光这点我已经很欣慰了。原来你的要求这么低啊！我有要求好过没要求，好不好？赢了！阿嬷，他什么时候会发简讯啊？我教他啦，他叫我早点回家吃饭了。巴特，他先回复我简讯嘞。巴特，你还撑得住吧？撑得住，愿赌服输嘛。你要幸福啊！
在忙啊？笑话好好笑。有什么笑话比我更好笑？妈妈，为什么今天是你来带我呢？你不喜欢妈妈来带你啊？喜欢。可是公公呢？公公为什么不见了？公公是不是讨厌我了？公公怎么会讨厌你呢？公公他是去旅行了。为什么公公不带我去旅行呢？妈妈怎么办？妈妈穿裙子不是很方便帮你剪哎。不如我们先回家，让我帮你买一个新的不三不四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要不三不四。哎呦 ，OK。我帮你剪，你在这里等我 ，OK？ 那帮妈妈拿，你不要乱跑啊。让我来吧。哥哥，胖，你小心一点啊。不错。外公生气了。外公，我很想你。我也想你。爸，你受伤了？没什么。还是跟我回家吧，我帮你消毒。公公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幸好只是擦伤。家里有个护士真好，一些大小的病痛都能马上得到。难怪当年我要报读护理系的时候，你马上就答应了。利人利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爸，对不起，这几年你正忙着工作和家庭，忽略了你。什么忽略不忽略的？我又不是小孩子。如果我多关心你的话，就不会这样了。不能怪你，是我自己财迷心窍，没有好好的考虑后果。现在后悔已经太迟了。你去自首吧。老爸都一把年纪了，我真不想坐牢。但是你能躲多久？你想这样躲躲藏藏的过日子吗？你不想光明正大的跟我们在一起，心安理得的接不错上下课？公公，你看我 level up 了。就送到这里吧，我自己进去。爹地啊，您好好保重啊，放心好了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女儿，还有你的孙子的。把女儿交给你，我很放心。今天嫁给你是对的。我们等你出来。如果不错，问起公公去了哪里，你们就老实告诉他，不要再骗他说公公去了旅行。要他明白，做错事要付上代价的。好了，我走了。
天气吃冰淇太爽了，感觉好幸福哦。还好吧，靠瘦来吃冰，没有问题啦。哎，你减肥啊？瘦哎？真的吗？可是我没有减肥，没有理由的变瘦，你要小心一点啊。变瘦才好啊！你当护士后好像我妈妈一样。哎呀，嫌我啰嗦。OK， 去找你那个很风趣的bartender OK。Sorry， 已经分手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你喜欢他长得帅，又会调酒，又会调情吗？小姐，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长情啊？早就换人了，他是酒廊的老板。Not bad， 有进步啊！不要说到好像是为了钱，跟酒保真的不合啦。你呢？还在一脚踏两船，徘徊在两个护士之间呢。我哪有？这么说，你已经决定了？就算决定了也没有用。我不知道最近干嘛，之前明明好好的，然后突然间变得很冷淡，发他简讯看了也不回我。那就再找新的啦。你以为我像你，像我不好呢？像你好像真的不好哎，怎么最近皮肤有点黄啊，眼白也是。你才黄啊！开什么玩笑？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找个时间去医院做身体检查吧。你还没有正式当护士就染上职业病，一直叫人去身体检查。Roy， 睁开眼睛。Roy 这2天都不怎么说话，唯一说的就是痛。我打电话问一下医生，看看能不能加强止痛药。Dr. Dan，Roy 可能需要增加他hydrocodone的剂量。他母亲表示他还在痛。是的，他还有意识，应该没有问题的。好 ，OK。Madam Lo， 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 Roy 的，顺便带点东西给他。谢谢。Roy 睡着了。Madam Lo， 我需要跟你谈一谈。你是不是想跟我说，Roy不行了？可能是这1、2天的事情。Roy 一直很勇敢，一直很努力地和癌症抗衡，但是他的身体好像真的要休息了。宝贝，乖，不要怕，妈咪在这里哦。妈咪，如果我死了，就剩下你一个。Roy， 你妈咪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是啊，妈咪很坚强的，妈咪一定会没事的。Roy， 不用担心妈咪，你就好好的去吧，要记得，妈咪很爱你，真的很爱你。Roy 走了 ，Madam Lo 哭到眼泪都干了。身为他们的临终护理护士，我到底为他们做了些什么？你做了很多啊，你一直陪着他们，给他们精神上的鼓励，你帮 Roy 完成心愿，你给 Madam Lo 做心理建设，让他勇敢地面对这一切。
可是看到 Madam Lo 哭得那么难过、痛苦，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帮到什么。生离死别，痛苦是难免的啊。至少最后 Roy 是带着微笑离开的啊。是吗？我不是在安慰你，我是真的看得出来，他们很感激你。你觉得 Roy 现在怎么样了？可能在另外一个世界潜水吧，跟他的海洋生物的朋友们啊。我已经开始想念他了。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造物者要把一个人带到这个世界上，然后又那么快的把他带走，让他身边人痛苦呢？也许人生就是这样，充满了痛苦和难过，也有快乐和幸福。但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，都有它的道理和意义的。哎，我们两个是护士哎，应该懂得调试自己的心情，不要这么当哦。心情不好是不是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带我来海边干嘛？我可不想游泳哎。捡贝壳。捡贝壳？为什么？因为小时候我心情不好就会来捡贝壳，只要一捡到一大堆漂亮的贝壳，心情就会变好了。可是我从小到大都不喜欢贝壳，而且看到贝壳没有任何感觉。你都没有试过，怎么说你不喜欢？最重要的呢是寻找的过程。试试看。你看，这个好看，对不对well done。你以为在医院指导啊 ？Well done。看你捡到什么？你捡这些东西干嘛？对不起哦，我对捡贝壳实在不感兴趣，所以就捡垃圾哦。这样子可以绿化环境，而且更有成就感。捡了这袋垃圾之后，真的开心了很多。谢谢你。以后我心情低落的时候，知道该怎么办。捡垃圾，走吧。来，喝水。谢谢。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？什么游戏？闭上眼睛，把手给我。为什么？我在你手上写字，谁猜对的多，谁就赢。哦，我知道，吸。聪明。第二个字。这个比较简单，喜欢的欢。Excellent。第三个字。你知道是什么字吗？我知道你知道的。思燕，
我喜欢你。谢谢你啊。可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对不起。是吗？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误会，还是我有给你什么错误的讯息？不是，是我自作多情。我以为你先回复我的简讯，代表你喜欢我。什么简讯？没有，但我没有说过。我想起来了，有一天你跟龙华同事发一样的简讯给我，你们说好的啊？我们只是觉得好玩。难怪我就觉得怪怪的，为什么要那么做？说啊！我和龙华一起发简讯给你，看你先回复谁，就代表你比较喜欢谁。所以我先回复你，就代表我比较喜欢你。这是什么逻辑啊？你们两个怎么那么幼稚？你们两个把我当什么奖品啊？谁赢了谁就可以把我拿回家吗？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我和龙华之前为了你，差点连兄弟都做不成，所以才用这种方法来和平解决。我们不是有心的。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男生脑袋装什么东西。其实我们也想知道，你们女生在想什么。你们两个用这种方式喜欢我，你觉得你们尊重我吗？怎么突然间变这么客气？有吗？好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手机借我。你要来干嘛？阿顺。0727。你是没有密码可以用啊？干嘛用我生日？为什么不回？明明就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比较忙。很忙，还是输了一个很优质的游戏？家人都告诉你了。不过愿赌服输啊，我没有什么好怨的。你白痴啊！干嘛生气啊？是谁告诉你女生先回复谁就是喜欢谁的？女生不都是这样的咩？别人我不清楚，可是我先回复的那个人，往往都是不在乎的人，因为不用想太多啊，随便回复就好了。可是如果我喜欢一个人，一字一句都要想清楚，不可以太积极，不可以太冷淡，就是故意要让你等，你明白吗？你的意思是你喜欢的人是我？本来是的，不过现在不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知道我这个人很白痴，我完全都没有察觉到。我也承认，那个愚蠢的游戏是我想出来的。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真的喜欢你的。你是真的喜欢我，然后因为一个幼稚的游戏放弃我。我也是没办法的。我知道，愿赌服输嘛。所以在你的心里，兄弟的情谊永远比我重要。那就算了吧。不是这样的，喂，思燕啊！女儿啊，他还在外面等哎，你真的不理他？他之前不回我简讯，放我歌词，让我烦了这么久，今天就让他等到够。又是龙华。
叫你听933，有话跟你说。不听啊！不要用什么甜言蜜语打动我。你不听，我听，听他说什么。听我说，有位白痴先生打电话进来，说有话想对他的天使金思燕说。跟你说话哎！你在听节目吗？白痴先生，请说。思燕，我承认我是个大白痴，不过我做的这一切蠢事都是因为我太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你。鬼才信你！没错，我是注重兄弟情谊，因为我必须言而有信。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。我可以向全国的听众发誓，从今天起，我绝对不会逃避，绝对不会放弃。希望白痴先生他这么真诚的道歉，出去见见他吧。送上这首歌曲，深深的祝福你们。是他说他不会放弃，你听到的啊，让他证明给我看。一定是他，妈咪不要开门给他进。女儿啊，是家人呢。啊？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想告诉你，你记得龙华第一次约你出门的时候，你被一个疯子砍伤吗？记得。当时你受伤倒地之后，你不要害怕，有我在。当时龙华完全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他只想保护你。当时我半昏半醒，我只感觉到有人抱住我，用身体保护我。我认不出那把声音，不过他一直跟我说：“不要怕，有我在。”为什么他不告诉我？他不想让你觉得你欠他的，他渴望的是一份平等、真正的感情。李龙华，终于肯原谅我了。我有说我要原谅你吗？那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肯原谅我？你太容易放弃了。我要你在这里站3天3夜，证明你的决心，可以吗？对不起，做不到。爱情没有错，可人会脆弱。牵手的路上更丢了振作，告诉自己你该有更好的生活。如果你抱着这份仇恨，那你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得到快乐和解脱。他唯一的心愿，就是和他这个女儿和解。还是会走过。其实刚衰竭恶化的情况是很急速的。希望你们3个人有其中一个人的肝脏适合。你的女朋友条件这么好，你守得住吗？要车没车，要房没房，你那俏护士会跟你一辈子吗？我已经决定辞职了。为什么？我要让阿嬷看到我的成就，我不要她替我单亲了。我要在最短的时间赚到我的第一桶金，到时候我还是可以回来当护士的。当初是你鼓励我当护士的，现在却抛下我不管。